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所谓相由心生，言随心表。一个人的相貌，一半由上天注定，一半受到内心的影响。哪怕是人之一举一动，也发自于内心。这一个心字，便是人之最真实一面的概括。谈到相貌，很多人都认为不能以貌取人。事实上，我们要看一个人的相貌，不能只看他的外表，还要感受他的气场，观察他的整体形象。有些人长得很漂亮，容貌很不错，就是气场太过于阴冷了。对此，我们就可以判断，这些人气场阴冷的人，内心都不怎么阳光，还是少往来为妙。外表只是漂不漂亮的问题，气场和气质才是内心深处由内而外的真实展现。所以说，要想知道这个人是否善良，好不好相处，就需要从他的整体形象入手。脸有四香，阴狠毒辣。如果脸上有这几种痕迹，暗示了这个人内心奸猾。一、三角眼，露凶光。民间有这么一个说法，三角眼主阴狠，斩毒辣。大致意思是，有着三角眼的人多半心狠手辣，做人也不讲情分。一旦他们内心麻木，或者受到什么打击，就会做出损人利己的毒辣之事。谈到三角眼，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。众所周知，曾国藩能力不错，立功、立德、立言三不朽，被梁启超称之为半个圣人。但人们都忽略了一点，曾国藩的功业是怎么成就的呢？毫无疑问，曾国藩有一颗超乎寻常人的狠辣之心，为人处事特别果决，所以他有一个外号曾剃头。其实也不能怪曾国藩心狠手辣，所谓慈不掌兵，情不立事，义不理财，善不为官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没有狠辣的本事，他一早就混不下去了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有着三角眼，脸上的法令纹特别重，且眼露凶光的人多半手段狠辣，不讲情分，你我不可不防。二、鹰钩鼻，无深情。历史上有鹰钩鼻的人其实数不胜数，而这些人都有这些相似的特点，那就是性情狠辣，特别无情，同时他们还十分能忍。典型的人物就是勾践和司马懿。勾践隐忍了几年的时间，就取得了夫差的信任，消灭了吴国。在复国之后，勾践还杀了一堆知道他往事的大臣。勾践的王后虽然是他的糟糠之妻，但勾践为了自己的名声，还是逼死了他。所以勾践的狠辣不仅让他成为了孤家寡人，还让他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。至于司马懿，那就更让人熟悉了。明明对着洛水发誓，后面又不认账，带兵打仗的时候，为了方便行事，就屠城。面对曹家的子弟，还斩尽杀绝。对于自己的原配妻子，司马懿跟勾践是一样的，对年迈的张春华特别差，还骂他是老怪物，让他在病榻上郁郁而终。有鹰钩鼻的人适合做事业，适合去闯荡一番，但不适合当朋友和伴侣，因为他们毫无深情。三、五官歪斜，心术不正。曾仕强教授说过，五官的整体形象就是心性的直接表现。除去中风的病人，有些人的五官歪歪斜斜，到底说明了什么呢？就说明这个人心术不正，毫无正气，哪怕说起话来也满口虚伪之言。就拿那些歪嘴巴的小人来说，他们的嘴唇特别薄，总喜欢说甜言蜜语或者阿谀奉承的话，这些人多半毫无真情，不值得信任。不仅是歪嘴巴，歪鼻子也是一样的道理。从脸部的形象来说，鼻子是五官的定海神针，这根针端正了，整体形象就正派了起来；这根针歪斜了，整体形象就奸恶了起来。虽然说这种五官歪斜的说法不一定100%正确，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，那还是成立的。因为内心歪斜，自然会造成五官歪斜。从现在开始，遇到五官歪斜的人，就该多留几个心眼了。这些人未必是良善者。四、头尖额窄，尖酸刻薄。有一个说法，那是很有道理的。人这一生最大的福相便是丰满。为什么说丰满是福相呢？一个人天庭饱满，地格宽厚，脸颊特别有肉，那他不是老板就是领导。像这种形象丰满的人，多半都是坐办公室或者赚大钱的。因为人之财运跟他们的整体形象那是息息相关的，老天让他们有这种性格，经历这样的人生，就会给他们相符的样貌。是打工人就有打工人的样子，是老板就有老板的模样。漂亮与否只是外在，整体形象如何才是真相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头尖额窄都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相。试想，心胸太狭隘了，怎么容忍？天庭和地格太窄了，怎么吸纳福气呢？是什么人
就会有什么相貌、什么气场。人这一生早已写在了脸上，如此而已。唇薄嘴碎，尖酸刻薄，嘴巴上下2片唇，正好透露出这个人是否喜欢侃侃而谈，是否习惯尖酸刻薄。接触过饭局的人都知道，那些经常画大饼、经常口若悬河、经常提高要求的人，没有一个是嘴唇厚的，多半特别刻薄，写在了脸上。民间有一个说法，唇薄之人多无情，另一半整天对你承诺，但一个承诺都不会兑现。虚伪的朋友满嘴甜言蜜语，就是为了引你入坑。从面相学的角度来说，八卦且刻薄之心，塑造了话多且尖酸之相貌。看看身边那些八卦的人，不论男女，其实都符合上述的说法。除了观察嘴唇，我们还要懂得听其言。一个人喜欢说什么话，有什么举动，直接反映了他有什么样的心理。说话不阴阳怪气、落落大方，说明他比较好相处；说话总是带刺，到处抬杠损人，说明他不值得交往。6. 头尖额窄，睚眦必报，最好的相貌，说实话，还是天圆地方。天庭，也就是额头要饱满；地格，也就是下巴要圆润。有如此相貌之人，仕途不会差到哪里去。既然有最好的相貌，那肯定就会有最差的相貌。一般来说，头尖额窄乃是最大的苦相，也是最大的恶相。这类人都很难发达，究其根本的原因，就在于他们的心胸不够开阔，总是斤斤计较，睚眦必报，缺乏远见。那受到此等性格影响的他们，又能有多好的未来呢？前途不仅要靠自己，还要靠身边的资源和人脉。相貌太苦就赚不到钱，太过于斤斤计较，人脉就不好，自然就没有好结果了。这种头尖额窄的相貌到底能不能改变呢？还是可以改变的。关键的一点就是尽量放宽自己的心胸，没必要事事都斤斤计较。就拿弥勒佛来说，大度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，开口便笑，笑世间可笑之人。7. 气场阴冷，心如毒蝎。从长相入手还不够准确，真正有参考价值的还是人之气场。只要我们感受对方的气场，就能摸清楚他们的性格。气场阳刚，丝毫不遮掩，特别威严，那他多半是敢闯敢冲的干将，或者是独当一面的管理者。像这样的人没有阴柔之气，比较落落大方，气场冰冷，待人冷漠，从来没有什么热情，那他多半历经沧桑，被生活消磨了热情。如此之人不会重视什么感情和义气，只会看重个人的利益，活得很现实。当然，这2类人都没啥问题，最可怕的还是气场阴冷之人。冰冷和阴冷本质是不一样的，冰冷是说它如同一块大冰山，而阴冷是说它如同正在窥视猎物的毒蛇。在动物世界当中，毒蛇只要盯上了一只猎物，就会隐藏在它的身后，等它不注意，便突然发起进攻，一招致命，一剑封喉，不给猎物任何的机会。对于这些气场阴冷者，最好远离为妙，以免成为他们的盘中餐。8. 腹船口，怨气重。腹船口指的是嘴角下垂，看上去就像船翻过来一样。这种人一般性格内向，不太喜欢说话，但是心胸狭窄，凡事喜欢与人计较，而且个性也比较的倔强，决定的事情就会去做，丝毫不在乎别人的劝阻和感受，嫉妒心也特别的强，看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。遇到困难喜欢逃避和退缩，出了问题喜欢推卸责任，特别的难相处，怨气很重，特别的喜欢抱怨，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，晚年容易孤单一人。9. 唇形歪斜不正，善于花言巧语。如果一个人的嘴巴歪斜不正的话，这种人一般非常的善于花言巧语，口才特别的好，但是为人处事方面缺乏诚信，脾气也非常的暴躁，特别的喜欢管闲事，也特别的喜欢强词夺理，永远也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喜欢在背后说人闲话，挑拨是非，为典型的小人之相，所以身边的人慢慢会远离他们。晚年时身边也没有人陪伴，生活孤苦而贫穷。10. 下巴短小，缺少人情味。下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晚年运，如果一个人的下巴短小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头脑比较聪明，但是却非常的神经质，整个人非常的敏感，做事也没有长性，考虑问题非常的现实，缺少人情味，总是喜欢指责别人的错误，却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，家庭责任感非常的差，内心不安稳，总想往外跑，
不喜欢在家待，家庭运和子女运比较差，晚年孤独寂寞贫困。11、鼻梁瘦削无肉，子女缘浅。此类面相的男人个性比较孤僻，喜欢独来独往，做事固执且不听人劝说。32至34岁时感情运极弱，极容易因自己的经济问题而与另一半发生争执，最终难逃离异的结果。中年大多孤苦伶仃，此面相的女人为人内心不够细腻，口直心快，容易因表达问题而与另一半发生矛盾。在34至36岁，她们大多会面临较大的家庭纠纷，容易因此而离异，且晚年的子女缘浅。12、脸上杂毛多，心胸狭窄，十分记仇。此类面相的男人缺乏诚信，喜欢吹嘘，虚荣心强，心胸狭窄，十分记仇，身边朋友寥寥无几，且大多会选择远离他们。事业难有贵人，在40至43岁间，虽然事业运不俗，但亦因与另一半纠纷而导致事业出现危机，感情也亦因此崩溃。此面相的女人为人口德差，性格强势，从不考虑他人利益，婚前亦因过于自私自利而不断伤及另一半，婚后则亦因过度贪婪钱财而与另一半发生矛盾，最终难逃离异结局，中年会较为孤独，老年老无所依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